和熊成为朋友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？看看这个男人就知道了。他的名字叫做蒂莫西·崔德威尔，人送外号灰熊人。他是一位美国的熊爱好者、环保主义者、纪录片导演和熊保护组织的创始人。他痴迷于熊到了什么程度呢？可以和熊一起在河中嬉戏，毫无顾忌地用双手触摸对方，甚至一起生活。在蒂莫西的身边，即使是半吨重的熊也能像乖宝宝一样。不过先别急着羡慕，关于蒂莫西临终前的最后一段录音，绝对会颠覆你们对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幻想。听到了吧？悲惨的尖叫声令人不寒而栗。可悲的是，他们之间的故事最终在一头棕熊饱餐一顿后而告终。2003年10月6日早上，这是蒂莫西离开卡麦特国家公园的日子。按照原计划，飞行员威利·富尔顿会驾驶水上飞机来接走他和他的女朋友艾米。这次与熊作伴的营地之旅也就正式画上了圆满的句号。可惜事与愿违，当威利抵达营地上空时，发现地面一片寂静，帐篷什么的已经倒塌，这对情侣也不见踪影，相当反常。而附近倒有头棕熊正在大快朵颐。此时威利心里非常的不安，果然在仔细查看后发现，棕熊正坐在蒂莫西和艾米的遗体上觅食。很快他通知了护林员，几个人立刻赶到现场，开枪打死了这头棕熊。经过调查，护林员在离帐篷不远的地方找到了蒂莫西几经毁容的头颅，部分脊柱、右前臂和右手，甚至还带着手表。另外在熊的胃里面，他们也找到了2名遇难者的其他身体部位。很显然，蒂莫西和艾米被熊吃掉了。对此，在场的所有人都表示难以接受，因为他们所认识的蒂莫西可是名副其实的灰熊人。每年夏天，蒂莫西会前往阿拉斯加的荒野，在熊的地盘上扎营，住上一段时间。他对待熊就像是哄孩子一样，非常的和谐，而且这一习惯已经保持了13年。不夸张地说，蒂莫西与熊的亲密程度足以让女朋友吃醋，他们彼此之间已经这么的熟悉了。棕熊又怎么会把爪子伸向亲密的灰熊人呢？那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最后一次录影的开端。2003年6月下旬，蒂莫西和艾米再次来到了卡特麦国家公园，寻找棕熊的身影。卡特麦国家公园位于美国阿拉斯加州南部，此处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棕熊和鲑鱼，其中鲑鱼不仅能吸引人们，也吸引着棕熊，所以全球最大的棕熊保护区就在这里。棕熊的数目估计超过2000头，而它们喜欢聚集在一个名为布鲁克斯瀑布的地方，此处为观赏棕熊的最佳景点，有许多知名的棕熊照片都在此处拍摄而得。身为女友的艾米常常抱怨说，这里才是蒂莫西的家，这些棕熊也是她最惦记的朋友。在过去85年的历史中，卡特麦公园都保持着良好的记录，棕熊从未闹出过人命。另外，公园内是禁止带枪的，但预防棕熊的辣椒喷雾还是被允许随身携带的。不过蒂莫西根本就不屑于带这玩意儿，他绝对不会做出任何伤害熊的事。他认为这样才算真正的热爱动物。其实除了防熊喷雾之外，从2003年开始，公园管理局就发布了一项新规，为保安全，所有野外露营者每5天必须要移动至少1.6公里。只可惜蒂莫西一点都没有遵守。起初这次安营扎寨的生活还算顺利，到了9月29日，威利也顺利接走了他们。当被问到熊的状态时，蒂莫西表示有几只比之前更有攻击性了，不过接下来他们也该冬眠了。就当蒂莫西准备和艾米回到加利福尼亚州时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。因为机票改签的问题，蒂莫西与航空公司发生了争执，他一气之下决定不走了。于是这对情侣转头又回到了卡特麦公园，决定再待上1个礼拜。实际上这对于蒂莫西来说并不全是坏事，因为他把熊视为知己，喜欢和他们聊天玩耍。现在又多了1个礼拜的相处时间，他决定再好好找一找那只好久没见的雌性棕熊。就这样，他们在鲑鱼溪流附近搭了帐篷。可这样一来，如果有熊要穿越该区域，只有2条路，要么在湖中跋涉，要么走到帐篷附近。总之，没有比这更危险的营地位置了。与此同时，艾米发现蒂莫西与棕熊的距离越来越近了，他坚信自己与这种动物是一伙的，不会受到伤害。可问题是，临近深秋，森林当中的浆果数量越来越少，
鲑鱼也稀缺，棕熊又需要为冬眠储存脂肪，它们变得越来越好斗。艾米的第六感很不好，在日记当中，他明确写道，这是他最后一次陪蒂莫西来露营，以后再也不会来卡特麦公园了。转眼来到了10月5日中午，蒂莫西找到了那只老朋友，很是兴奋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虽然熟悉他的熊基本上都已经进入了冬眠状态，但陌生的熊正在缓缓地靠近他。毫不知情的蒂莫西还打电话给威利，神采飞扬地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。另外，他还约好第二天让他来接他们，准备返程。然而，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一次上帝不再眷顾这位灰熊人了。据说这对情侣在去世前的几个小时，蒂莫西正在拍摄一只棕熊反复跳入河中捕食鲑鱼的过程。这是一只陌生的熊，距离他们只有3米远。艾米有些害怕，就连蒂莫西自己也有种说不上来的感觉，但他始终没有把营地迁远。关于这对情侣的遇难过程，只留下了一段6分钟的录音。专家根据现场证据、日记以及营地，大致推测出了以下情形：在10月5日傍晚，一只超过半吨的公熊在营地附近游荡，在帐篷外遇到了蒂莫西。可惜这次的偶遇并不友好，公熊袭击了他。蒂莫西大声呼救，只听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。艾米找到了一个平底锅，他打开帐篷，试图营救蒂莫西，但是公熊正设法拖走他。艾米大声喊着：“快装死！”听上去这只熊好像停了下来。此时的艾米已经被吓得魂飞魄散了，她完全失去了理智，发疯一样的尖叫。蒂莫西则被越拖越远，他已经没有了呼喊的力气，只能发出呻吟声。渐渐的，就连艾米也没了动静。其实这段录音是有争议的，真实性还有待商榷，因为在纪录片当中提到蒂莫西生前的最后6分钟录音从未对外公布过，而现在互联网流传的版本是为了节目而重演的，真实版本还要恐怖100倍。所以一直被禁播。实际上，大多数棕熊并不是高度食肉动物，因为它们90%的膳食能量都来自于植物，平时都会以各种植物为食，包括浆果、草、花、橡子和松果，以及蘑菇等真菌。偶尔也会寻找哺乳动物或者鱼类作为食物，一般不会主动袭击人类。吃人的案例更是罕见。总的来说，棕熊对人类的宽容度已经相当的高了。专家推测，或许是艾米的尖叫声听上去像是捕食者用来引诱猎物的动静，促使棕熊返回帐篷并杀死了他们。至于此次发生悲剧的原因，专家也直言不讳。他们认为蒂莫西本人要直接负责，因为他不仅过分接近熊，还不携带任何防熊喷雾，营地的选址也相当的危险。听上去蒂莫西的行为确实有些作死，但他与熊亲密接触已经不是1天2天了，13年来他从未受过伤，这又该如何解释呢？1957年4月29日，蒂莫西出生于纽约长岛。他从小就非常喜欢动物。10几岁的时候，蒂莫西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开始酗酒，经常喝得烂醉如泥。有一次还砸坏了家里的汽车。注意啊，大家千万不要学他，未成年人禁止饮酒。而美国甚至要到21周岁之后才能喝酒。在高中毕业后，蒂莫西就从家里搬了出去，四处打工养活自己。然而，就在他顺利进入大学后，又开始沉迷于各种派对。在同学的启发下，蒂莫西尝试去各种情景喜剧试镜，继而沉迷于酒精和毒品。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，蒂莫西曾经因吸食过量海洛因而急性中毒，好在一名叫做特里的越战老兵在第一时间送他去了医院。蒂莫西出院后，特里劝他去感受一下大自然，看看动物，疗愈内心的烦闷。很快，蒂莫西决定去阿拉斯加看棕熊和灰熊。没想到这一看，蒂莫西一下子就找到了人生的目标，他想要和熊生活在一起。回想起早期露营的过程，蒂莫西表示很可笑，他又冷又饿，还经常被蚊虫叮咬，苦不堪言。但这还不是让他最难受的。蒂莫西伤心的是，自己被视为了威胁，每当他想靠近熊，他们都会逃跑。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蒂莫西和熊的关系日益亲密了起来。他给每只遇到的熊都起了名字，小心翼翼地接近并触摸它们，建立起了相互信任的友谊。在接下来的13年时间里，蒂莫西每年夏天都会来到卡麦特公园，与熊生活10多天，关系好的像是热恋当中的情侣，令人称奇。然而，就当人们沉浸在灰熊人的奇妙故事中时，有一帮人很是头疼，他们便是公园的管理员。打从一开始，他们就很担心蒂莫西的安全，他过分接近棕熊，这不是什么值得推荐的事情。从1994年到2003年间，蒂莫西就犯下了至少6次的违规操作。按照规定，露营者不能在同一地点超过7天，这是为了他们的生命安全着想，但蒂莫西几乎每次都会无视。
另外，他还无证引导游客进入危险区域，不肯在营地周围安装电围栏，甚至连防熊喷雾也不带。要知道，棕熊一巴掌就能敲碎人类的脑袋，但无论走得多近，蒂莫西都不会携带任何防身武器。他声称这些规定都是在伤害棕熊，他这样做既是保护了动物，同时也在保护自己。可悲的是，蒂莫西酗酒吸毒的习惯根本就没有改，精神状况并不稳定。他根本不是研究野生动物的专家，却做出如此疯狂的举动，到最后还搭上了自己和女朋友的性命。很显然，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熊，这已经排在了自己的安危之前了。其实我个人认为，蒂莫西能与熊安全接触13年之久，已经算是奇迹了。换句话说，全部是因为熊的手下留情，在很大程度上是熊一直在容忍蒂莫西一步步靠近他们的领地。自始至终都是蒂莫西过于自信，他错误地把野生动物拟人化、理想化。公园之所以有这么多规定，就是因为野生动物的习性是不可预测的，它们不是天天养在家里的宠物，可以无忧无虑。相反，它们在大自然生存的首要任务就是争夺食物，而不是和人类建立完美的友谊。所以在熊的世界里也是有界限的，而蒂莫西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模糊这些界限。简单的来说，就是在死亡的边缘疯狂试探。正如许多网友猜测的那样，蒂莫西很有可能存在某种精神障碍，所以他迫切需要一种救赎自己灵魂的方法，而他选择的就是与熊相处。一直以来，蒂莫西试图与熊建立最纯粹、最友好的关系，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，批评他这么做只是为了炒作夺眼球。但蒂莫西对此并不在乎，因为他几乎把赚的所有钱都用于保护熊和野生动物的基金会上。但是他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：大自然是残酷的，人可以主宰，但也能成为食物。因此，悲剧还是发生了。不知道生前的蒂莫西有没有预测过自己的结局？在未来的某个时刻，他这条生命也许会交代在熊手上。那至于他会不会有一丝后悔呢？那就没有人知道了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郑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